在曾经繁华的中国大都市街头，如今却弥漫着一股萧条的气息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变得异常冷清。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，经济增长乏力，房地产危机，失业率攀升，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，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。让我们走进这个正在经历经济寒冬的国度，看看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在困境中挣扎求存的。中国租房市场大崩溃，昔日房东躺赢时代一去不复返。曾几何时，在中国一线城市租房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，房源紧俏，租金高昂，年轻人为了在大城市有一席之地，不得不挤破头寻找合适的房源。然而如今，这个局面彻底颠覆了。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，租房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根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，6月上海的平均租金已经跌回2019年的水平。到了7月，情况更是每况愈下，全市挂牌租赁房源的平均租金为 88.15 元每平方米每月，同比暴跌 8.7%， 与2023年全年平均租金相比，更是下跌了惊人的 7.4%。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白领小李感慨道，以前找房子要提前几个月准备，看中的房子转眼就被人抢走了。现在好几个朋友都说，房东主动给他们降租金，有的甚至降了1000多块钱一个月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不仅是上海，北京、深圳、武汉、杭州、南京等热门城市的房租也都出现大幅下跌。据市场调研显示，一线城市的租金已经连续下滑12个月，二线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已经连续下滑8个月。在深圳，一位租房中介无奈地表示，现在的房子真是不值钱啊，一房一厅带独立院子的，才租1000出头也都租不掉，根本没人要了。他指着一套带密码锁的一房一厅说，这样的房子以前很抢手的，现在也租不掉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东莞的情况。当地一位包租公王先生透露，东莞有些地方的租金已经跌到了20多年前的水平。在大岭山320多平米11套房的租金，一个月才1500元。你可以想象，一套房一个月租金都不到150块钱，这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在东北的沈阳，情况同样令人唏嘘。一位刘女士表示，她现在租的房子比起2年前，租金直接腰斩。以前我们租60平左右的2室一厅，每月要1100元。现在同样面积、位置更好的房子，一年才5000元，平均下来每月只要413元。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刘女士还透露，很多房东已经开始躺平了。像我爸那个房子，原来租1100，后来1000，再后来800多，现在更是降得更狠了。房东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能租出去就行，总比空着强。往年的7、8月份是租房市场的黄金时期，大批应届毕业生涌入社会，为租赁市场注入新鲜血液。然而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，即便有1179万应届毕业生，比去年还多出21万人，也未能为低迷的租房市场带来丝毫暖意。在北京，一位刚毕业的小张原本做好了高昂房租的心理准备，没想到房东为了留住他，主动降低了1000元的租金。我本来都准备换房子了，结果房东主动降价，我就又续了1年。小张说。一位北京西城区的房东则显得十分焦虑，以前房子一挂出去，来看的人络绎不绝，短则1、2周就能租出去。今年感觉特别难，挂了好久都没人问。房产投资智库米宅的调研显示，即便是上海的核心区域，如新天地、陆家嘴这样的高端租赁板块，中介们的开单量也严重萎缩。往外环区域走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
一位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的二房东表示，今年租出去的主要是单间，像50平方米以上的整租房源，行情比去年差很多。我手里现在有好几套整租房源都是空着的，越靠近外环越难租出去。在租房市场遇冷的同时，更令人担忧的是不断攀升的青年失业率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，7月份16至24岁年龄段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失业率高达 17.1%， 较6月的 13.2% 猛增了 3.9个百分点，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这意味着差不多每6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而在25至29岁的年龄段，失业率也达到了 6.5%， 高于上个月的 6.4%。相比之下，30至59岁人群的失业率仅为 3.9%。一位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小王说，找工作真的太难了。我投了上百份简历，连面试的机会都很少。好不容易有个面试，竞争对手都是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感觉自己完全没优势。另一位已经失业半年的25岁青年小李则表示，我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，去年公司大裁员，我就失业了。这半年来一直在找工作，但感觉行情比去年更差了。很多朋友都降低期望，有的甚至回老家了。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，一些不法分子看准时机，以各种方式欺骗急于找工作的年轻人。中国最高司法检察机构的数据显示，骗子们正越来越多地将目标对准学生和应届毕业生。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发生在武汉，一位19岁的智障青年急需工作，却被一家整形诊所骗去做了隆胸手术。诊所声称这项手术可以帮助他通过直播获得粉丝，从而赚钱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诊所还说服这名青年借款3万元人民币支付手术费用。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愤怒，相关帖子吸引了超过2700万次阅读。一位网友愤怒地评论道：“为了钱，人可以放弃人性。”另一位网友则说：“找工作已经够难了，现在我们还需要小心骗局。”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甚至自己也成为了骗子。检察机构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10个月，因电话和网络诈骗被起诉的18岁以下人数同比增长了惊人的 68%。报告还指出，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了诈骗集团。一位匿名的前诈骗团伙成员坦言：“我刚毕业时找不到工作，负债累累。有人介绍我去做客服，说是高薪工作。等我发现这是诈骗团伙时，已经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”青年失业率的飙升和租房市场的崩溃，只是中国经济困境的冰山一角。其他经济指标也在不断创下新低，描绘出一幅令人忧心的经济图景。工业生产增速持续放缓。7月份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.1%， 比上月回落 0.2个百分点。这已经是中国工业产出增长连续第3个月放缓，而且低于分析师的预测。一位在东莞工厂工作多年的李师傅说：“以前我们厂天天加班，现在经常停工，很多工人都回老家了，留下来的人工资也少了很多。房地产行业的颓势更是雪上加霜。7月新建住宅价格已经连续13个月下跌，创下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。虽然北京一直在加大支持力度，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购房成本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在重庆，一位刚买房不久的王先生懊恼地说：“我去年买的房子，现在价格已经跌了 15%。每次路过售楼处看到打折广告，心里就难受。”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银行贷款需求出现了近20年来的首次萎缩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，都对未来缺乏信心，不愿意进行投资或消费。
一位银行信贷经理透露，以前企业排队等着贷款，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推销，很多企业都不敢贷。个人贷款也大幅减少，很多人担心还不起。在国内经济困境之外，中国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挑战。欧盟和美国正逐步增加设置贸易壁垒，以保护其市场免受低成本中国产品和所谓不公平竞争的影响。一位在广东从事外贸生意多年的张老板感叹道：“现在做外贸真是太难了，各种关税、壁垒，加上汇率波动，利润越来越薄，很多小工厂都撑不下去了。”面对这些挑战，中国国务院总理呼吁听得见、听得进企业的呼声，并真正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。然而，在众多企业家看来，这些表态还远远不够。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营企业家表示：“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口头支持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扶持。现在的经营环境太难了，稍不注意就可能倒闭。”